中澳开启对话之门，澳大利亚总理要求先取消制裁，中国会答应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日称，中澳国防部长时隔近3年举行会谈是好事，但他淡化了与中国政府重启关系的可能性。阿尔巴尼斯表示，中国必须先取消对澳洲一系列出口商品的制裁，两国关系才有望改善。在阿尔巴尼斯看来，不是澳大利亚先挑衅了中国，而是中国对澳洲实施了制裁，因此要求中国必须取消这些制裁。澳大利亚在莫里森政府时期是反华急先锋，中澳关系也因此而进入冷冻期。但是澳大利亚国内已经形成了反华就是政治正确的大环境。阿尔巴尼斯口气很硬，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了迎合其国内舆论氛围的一种做法。但是中国不大可能直接答应澳大利亚政府的请求，因为错误原本就不在中国这一边。原因有这么几个。首先，破坏中澳关系的罪魁祸首是澳大利亚前政府，因此中国就不可能单方面做出让步。阿尔巴尼斯要求中国先解除对澳大利亚的产品制裁，从来不提过去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伤害，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。最关键的是，阿尔巴尼斯还认为澳大利亚过去没做错，而是中国变了，中国错了，这完全是颠倒了事实，颠倒了是非。其实阿尔巴尼斯很清楚，莫里森政府时期在新冠溯源、华为5G、新疆和香港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，现在为莫里森洗地，恐怕又是在作秀。其次，中国的底线很明确，不允许澳大利亚在涉台、涉疆、东海、南海等一系列核心问题上挑衅中国。阿尔巴尼斯或许有改善中澳关系的意愿，中国也想快速改善双方的外交和经贸关系，但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。中国原本就是澳大利亚矿产资源最大的客户，两国经济发展的互补程度很高。过去，中国依法对澳大利亚部分产品实施的进口限制，实际上也没有影响到中澳贸易额进一步增加的大局。所以，澳大利亚不能因为存在的问题就预设改善中澳关系的条件，而是必须放弃和停止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，增大双边对话的机会，为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奠定基础。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明白，中国从来不奢求澳大利亚侵华，但是要以平等的方式求同存异。同样是五眼联盟的国家，中国与新西兰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干扰而遭到破坏。对于澳大利亚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。最后，澳大利亚仍然要小心因为内斗而引发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。工党政府上台后，虽然没有继续挑衅中国，但是仍然在谋划要撕毁中国企业与澳大利亚签署的达尔文港50年租约。这个合作原先是莫里森所在的自由党地方政府与中国签订的，所以工党政府就要撕毁。这在澳大利亚政界看起来算是内斗，但在中国人看来又是一种反华行为，等于在破坏中澳关系改善的机会。中国外交部已经重新提出与澳大利亚恢复战略伙伴关系，这意味着双方关系的改善已经是大势所趋。总体来看，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在开启对话之门，但是全面改善关系仍然需要一个契机，并表达出诚意。澳大利亚现在必须做的不是要求中国先干什么，而是自己先保证不挑衅中国，并保持双方的沟通。只要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，导致关系全面缓和的契机也许就会很快出现。这需要双方释放出更多更积极的信号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